今天这家螃蟹店是真的太渴了，对我们这种不怎么吃螃蟹的人来说，这家店可以说是刷新了三观。我们是在神户出差的时候发现的这家店，就想感叹一下，不愧是海边的城市啊，海产真的是太绝了。好，哎，所以今天就来一起吃个螃蟹，又到吃螃蟹的季节。走。这种店就是在日本很常见的海蟹专门店。すみません、予約はないですけど。2名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嗨，这家看样子还比较老字号，那老店的规矩肯定是要脱鞋。不过说句题外话哈，这家店的女服务员颜值是不是都比较高？ここのなんか中国人のお客さんが多いですか？最近。哎，算了，强行搭讪还是有点尴尬，我们还是乖乖吃饭吧。你还能耐的时候，哎，不说废话，开始第一个前菜，它是帝王蟹的腿，下面再加了一个炸面包，炸面包的油香已经进到了蟹肉里面。第二个前菜是凉拌煮的金枪鱼肉，金枪鱼煮了之后就像鸡胸肉一样柴，不是很习惯这种做法。第三个前菜是红薯配带鱼，这个红薯微甜还有点脆，这坨黑乎乎的就是腌制的甜带鱼，那个带鱼的腥味还挺上头。下一个前菜是蟹肉豆腐，我还以为它是蒸蛋，结果就真的只是豆腐，感觉自己像是在吃蟹肉龟苓膏。接着是我们的第一个主菜，然后它下面那个盘子非常的烫，里面装的是一碗芝士蟹肉，真的是打开盖子就能闻到那个烤芝士的味道。下面是2坨很完整的蟹腿肉，然后你一定要挖一大口那个芝士，这个芝士不甜，而且它里面还加了有陈皮跟水果玉米，所以你吃完一整份都不会觉得腻。特别是那个烤芝士边边，太香了，这个菜单独给10分都没有问题。接着上了一盘冷蟹肉，冲淡一下我们的芝士味啊，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之一，蟹肉刺身，这太奇葩了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蟹肉长这个样子，掰开之后里面居然是一条一条的，甚至觉得有点恶心，但据说这个味道很好。吃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那个蟹肉的咸味特别的浓郁，就是前所未有的浓郁，可能这就是生肉的魅力，但是肉确实是很多，你就当是在吃生鱼片吧。然后是一份铁板帝王蟹，因为是烤的，所以壳肉已经分离了，吃起来就比较方便。感叹一下，蟹还是要烤的才好吃啊，那种蟹皮焦脆的感觉特别的上头，而且帝王蟹的肉真的好多，啃下去一口全是肉。然后又上了一份冰蟹，就是用来重置你味觉的，每次要衔接下一个主菜的时候就会给你上这个。下一个主菜是这个炭烤松叶蟹，松叶蟹的肉会比较少，就是比较苗条嘛，但是它的肉会比较紧实一点，就你吃起来会觉得更嫩，而且那个独特的炭火香气我真的很喜欢。然后我们的下一个重量级主菜就是这个超彗星碎石无敌巨肉爪啊，名字是我随便取的，太大了这个也，哇，这就是蟹肉的天花板。就是它这个肉是韧的，应该是因为肉的密度很高，所以嚼起来就是弹的。爪子的肉真的会比腿上的肉好吃，你还可以蘸一点这个天妇罗汁，又是另一番体验。然后尖端部分里面也有很多肉，记得用勺子把它挖出来。最后的主食是这个寿司，把蟹肉取下来单独蘸一下酱油，再放回去，吃一口你就会发现，终于知道为什么寿司店没有卖蟹肉寿司了，因为这个味道真的很不搭。非常勉强，还好最后的甜品我特别喜欢，乍一看还以为是清补凉，然而神户怎么可能会有清补凉？它是酸奶加水果，不过仍然很好吃。这家店总的来说还是让我大吃一惊，胃真的是被蟹肉填满了，感觉吃了很多种花样，特别的满足。垃圾推荐指数19.5分，嘿，卡玩意儿。我以为开到上海的重庆江湖菜应该被改良的没那么辣了吧？但是果然是重庆人，店开到哪儿都是本地味儿，重庆本地味儿。哇！据说这个品牌1942年开到了现在都80多年了，我也是看谢霆锋探店我才知道的。又到了干饭的日子。重庆江湖菜有3个特点，就是土粗杂，它起源于山乡村野，发展于民间市井。我们去的是它上海的旗舰店，这入口还挺气派的。到店之后，服务员会先给你来一杯盖碗茶，有一种电视剧的感觉。我们2个点了好多菜，但真的很便宜。它这个老山城叫花鸡的外面是用很厚的面包裹着的，然后服务员会帮你切开，再帮你撕好，然后你可以直接吃。也可以把他们家这个蘸料倒进去。我在想它这个鸡肉为什么会这么嫩，可能就是因为它是包着面包烤的，所以鸡肉的汁水全被锁在了里面。先不说鸡腿肉，鸡胸肉的部分都很嫩，再加上它还配了一个干海椒碟，你就和面包蘸着它吃，特别的满足，甚至有点像在吃口水鸡。但这个菜的气味它更浓，而且这个面包的里面还有酱，口感真的特别好。然后接着是这个菜，它叫光头司令大麻圆，太夸张了。但它怎么吃呢？其实你抱着啃都可以，但它给了你一个小锤子，你可以优雅的把它砸开。它其实很像一个充了气的糖油果子，它就直接这样扯下来吃就可以了。吃起来现在觉得很脆，然后就是满口腔油润的感觉。如果你吃其他菜觉得很辣，你就可以掰一块这个来解辣。它有点像很油脆的锅巴。他家毛血旺里面的硬菜还挺多，鳝鱼、毛肚、鱿鱼、血旺、猪肝，然后还有一堆素菜，你从下面挖起来就已经能闻到麻辣的味道。先来片猪肝，而且毛血旺里面煮鳝鱼真的很有品味，鳝鱼是一种非常入味的肉类。我的妈呀，好辣！它像一坨没有刺的鲫鱼肉，就是特别香。江湖菜真的太好吃了这是我最期待的菜，虎皮肘子肉，它中间那个棒子骨是可以直接拔出来，你甚至都用不到筷子。它这个猪肘本身就烹饪过一次，它就自带了很浓的卤味，再加上外面的剁椒，你这一口嗦下去，它就是鲜上加香。然后你再吞下去会特别的过瘾，因为它嚼起来真的很滑，鱼香酸辣集一体。
所以吃起来你一点都不会觉得腻，你只想使劲泡饭。我发现他们家的菜都特别的入味，所以他们家卖的最好的这个东西就来了，我真的很推荐这个红糖鹰米粥。我之前很不理解为什么加江湖菜好评最多的却是一碗粥，喝了之后我可以总结一个词，就是浓稠软滑，红糖和红枣的香甜已经渗透到粥底的每一个角落，完全是来自食材本身的甜味。我打包了一份回家。它那个焦焦的猪皮，豆椒好香啊。然后这个是他家的桂花冰粉，真可爱。这个猪肘我真的永远吃不腻。它这个蛙肉吃起来的口感其实比兔肉还要更紧实一点。这个蛙据说是他们这儿最辣的一个菜，你吃进嘴里的前3秒感觉不到任何辣味，过了3秒那个劲儿马上上来。哇，就是刚才那个毛血旺我没感觉到一点辣，但这个菜是刚才那个菜的4、5倍，但它真的很香。这个菜总的来说我觉得他家吃过的这么多重庆江湖菜里面算是 T0级别的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。啥玩意儿？鹅肝在10几年前的时候好像只有大户人家才吃得起它，但是现在因为各种技术的成熟，我们好像也吃得起了，所以我不允许还有人没吃过它就当给自己秋天的第一份礼物。更何况它跟和牛加在一块儿，这什么搭配？我怎么没想到？烦死了，吃死它！又到了吃鹅肝的日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阿基。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位于东京的表参道，东京的4大特色街道之一，他家就是靠那个鹅肝和牛三明治出的名。终于给我约上了，哼。すみません。6時予約した了です。被小姐姐拉凳还是头一回，废话说太多，但我就喜欢说废话。我们还是点他们家最贵的套餐，再美好的一顿饭也不能跳过小菜，但青菜还是算了吧，杏鲍菇可以接受。然后是经典时尚小蘑菇，里面加了满满的香菜，我真的喜欢香菜到想要用它洗澡。不出意外，这种高级烤肉店第一个菜永远都是生肉，但今天的造型还挺特别的，它像包饺子一样把一个肉馅分成了2块，然后再把鱼子酱铺在上面。旁边那个炸面包特别像金银馒头，有没有？正确的吃法是把肉馅塞进去，说不定这个就是日本版的热狗，又有点像生肉版的油条加麻糍。但说实话，这一口下去，我的快乐又回来了，就吃起来挺过瘾的。但是我只能说，把刚才那个肉换成熟肉的话，可能会更好吃。然后上了一个像红糖糍粑一样的东西，吃起来奶味特别足，因为它里面是牛奶芝士和蟹肉，有点咸蛋黄，有点美乃滋的味道。然后最外面特别像炸过的空心豆腐，口感很像可乐饼，外面酥酥脆脆，里面又很软嫩，很腻但很香。薄切牛舌其实也很美妙，看着它在烤盘上微微卷翘的那个过程，我就已经在咽口水了。吃进嘴里还是那股熟悉的经过烟熏火燎的味道，很柔软又不失嚼劲的口感。因为我加了柠檬汁，就吃10块都不会腻。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，如果是后切的就好了。接下来是什么东西飘过去了？又是我们的老朋友横膈膜肉，脂肪不多，但是肉又是最嫩的一个部位，而且他们家是后切，肉的汁水里面混合着油脂，绵软的口感，里面的肉香和奶香都特别足，它就是完全不需要调料我都可以吃一盘的那种。我真的很想给你们听它在嘴里嚼的时候发出那个水嫩的声音。这片肉特别薄，它就是每面只烤5秒就被夹到碗里了。它这个肉的大小刚好和那个碗的底部是一样的。它碗里面那个酱是那种柚子甜酱，清新的酸味非常的解腻，它其实吃起来更像横膈膜肉，一点都不像屁股上面的肉，它像是肚子上面的肉。喝一口牛脸肉煮的白汤，奶白奶白的，很像鸡汤拉面里面的那个味儿。要是有面就好了。然后下面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，前面那些肉都是铺垫。牛菲力鹅肝黑松露，它里面的每一个食材都不便宜。看着鹅肝在烤盘上流油，在逐渐变得焦褐的过程，不知道为何有一种莫名的治愈感。再加上主厨的精心摆盘，我只想说，它就是个艺术品哦。这个三明治一进嘴，它就是今年之最。牙齿咬穿它之后的第一感觉，先是黑松露黄油的味道，第二个碰到你舌头的东西是鹅肝的脂肪，就是那种超高热量带来的愉悦感。那个鹅肝的口感特别的绵密丝滑，菲力的肉质又是那种紧实滑嫩的感觉，再加上外面烤的有点稍稍脆的吐司，那种层次分明的口感会让你觉得特别的高级。我第一次有不舍得一口吃完的感觉，吃到最后一口还能看到菲力中间粉嫩的肉，它底下的那个黑色酱汁莫名有一种可口可乐的味道。它这一块真的是味觉新体验，很想再来一份，但是太贵了。但我们还有很多别的菜，接下来是和牛寿喜烧，他家用的是牛的前胸肉，戳爆蛋黄，裹着米饭，它设计成刚好是1口的量，相较于刚才那种入口即化的肉，这一块就是比较有肉的实感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裹蛋液，还是那么的好吃。接下来就是牛内脏了，拼盘里面是牛心和胃，还有大动脉。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牛心，因为我觉得大动脉还是煮火锅最好吃。牛胃就是特别脆，但是你很难把它全部嚼烂，不过你把它当成肉味口香糖还是很带感的。牛心就是紧实且 Q 弹，超高的胆固醇加上蒜香的调味，2个字形容合适。最后的主食是热气腾腾的黑松露牛肉鸡蛋拌饭，它把那个黑松露一剁碎之后，那个味道就扑鼻而来。这碗饭端起来的感觉就是料特别多，他们家的黑松露跟不要钱一样，入口就是浓烈的汽油味。它的鸡蛋是那种半液体的滑蛋，让米饭吃起来更嫩了。这个就是有钱人吃的蛋炒饭。甜品就是鸡蛋布丁，因为它特别浓密，所以吃起来很像冰淇淋，奶甜奶甜的，就是特别腻人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配得上它的名气，因为它味道真的很好，所以性价比其实还 OK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。卡玩意儿烧鸟，今天我们挑的这家店啊，有非常特殊的含义，它是我在东京拍摄的第一家烧鸟店。又到了吃那个的日子啊！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它作为我的烧鸟处女座呢？主要是因为他们家烤的鸡都
是用的日本非常名贵的那种土鸡，也是他们跟别家不太一样的卖点。我们现在是6点已经到了，那么就是说贵族的鸡肉和超市里面那种很便宜的鸡肉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也不知道，但它要是不好吃，我们就把它那个了时隔了2年，他们家有什么变化呢？就是当时那个递水的小哥好像成了现在这家店的店长啊！什么呀？废话说太多，但我就想说废话。すみません。16時予約した量です。别的店都是以生肉开始，他们家是以生菜开始，就是说一个剑走偏锋，我们开始吧。萝卜、茄子、南瓜、杏鲍菇，这菜煮熟了，其实我都很喜欢，但它这么理直气壮，我们也只能吃了。第一串非常的特别，全熟鸡胸肉，我觉得它高明的点是鸡皮和鸡胸肉不是一个部位的，就是它的鸡胸肉上面裹了一层鸡腿的皮，鸡腿的皮在烤的焦脆之后，就像是一层薄薄的固体脂肪包裹的鸡胸肉。然后这个是每家上酒店都非常卷的一个菜，就是解腻用的小菜，可以免费无限的加，直到他们家倒闭，所以也是我最喜欢的。接下来是半熟的鸡胸肉，它和全熟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吃起来像果冻，配上今天现磨的芥末，有点辣，还想再来一串。这可能是我在整个烧鸟界最喜欢的一个部位，就是鸡脖子。CCD 也是我最爱的，我真的很花心的。今天这一串格外的弹，可能是因为它今天挑的筋比较多，就会有那种软中带脆、脆中带软的口感。但是今天的鸡翅有一点敷衍，外边看上来今天这串鸡翅有点过于焦脆了，但是牙齿咬下去破皮的那一瞬间，还是能感觉到它在往你嘴巴里面喷那个油水。烤青椒吃起来一点都不辣，这一串烤的特别像成都的虎皮青椒，但是加的是照烧酱。哇，好过瘾啊！接下来是贵族版的炭烤小土豆，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银杏，但是我觉得它今天像烤芸豆。然后是葱煎鸡腿肉，这一串吃多了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在卷葱和酱汁的味道，鸡腿的滑嫩就是为了衬托。接下来我们该吃点菜了，2串一起吃真的很过瘾。下一串是油光发亮的雪域鸡肝，它甚至还有点像温泉带的蛋黄，一口下去一整个胆固醇就糊住了你的舌头，所以它才叫雪域鸡肝。它里面都是血，它是怎么烤成这个样子的？内脏真的是怎么做都好吃呢？接下来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吃提灯呢？但他们家并没有，他家的特色是蛋液肉丸，它里面是微妙的孜然调味，没有藕丁或者脆骨这种丰富口感的食材，但是它的里面加了鸡皮，我操，这太厉害了！千层鸡皮啊，它其实看着更像千层薯片，它是煮好的鸡皮在烤的，油脂丰富的像在吃油渣。他家的鸡心我其实并不是很认同，我还是觉得它不应该切开烤，里面汁水都跑光了。然后在日本吃鹌鹑蛋是最幸福的，它外面是熟的，但它里面是温热，也不知道师傅用了什么办法，很怪很好吃。今天的主食放眼望去全是料，炭烤的鸡腿肉和鸡蛋也粘在一块儿，轻轻舀一勺，像什么亲子寿司啊，肉香加蛋香加米香，就是碳水和烤串的双重满足。最后一碗熬了8个小时的鸡汤收尾，非常高级的一次体验。没有提灯也不是什么坏事儿，下次我们应该去大阪单独吃一次提灯。好了，阿杰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